想要一步到位的动力与节能，奇瑞银河 L6硬带超级电混，硬带 A。好了，可以了。都已经开启自夸模式了啊！再这样下去，我都要失业了。你要想在车外进行语音交互的话呢，最好是站在靠近车头的这个位置，因为它3个麦克风分别是在左右2个后视镜上，然后包括车头前面这个位置，扬声器也在前面，所以站在这边比较好实现一些。当然了，这个功能如果只存在于炫技层面，那是远远不够的，要帮助到我们的实际生活。那给大家举几个用车场景的例子啊，比如说夏天太热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车外让它提前帮你把窗户都降下来，然后先通风。冬天太冷呢，也可以提前打开空调。再比如说你去到商场，双手都拎满东西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语音让它帮你打开后备箱，这样的话就不用再用手去解锁了，就非常的方便。还有一个功能呢，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特别的实用，就是它有一个车外语音的安全提醒，这个要在车内去进行实现。你想象一个场景啊，比如说你开着车在一条小路上碰到了前面有行人或者骑着自行车的老爷爷老奶奶，这个时候你是不敢按喇叭的，我老怕吓到他们。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在车里面用车机里面的这个安全提醒点一下，让车外的这个语音告诉他们说啊，不好意思，请您让开，谢谢您啦，这种非常礼貌的话语，然后提醒到对方，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因为有很多的路段是禁止鸣笛的，那它也发出了声音，那这个时候那到底算不算鸣笛啊？如果有懂的小伙伴可以告诉我一下。我这个小伙伴啊，长得还挺精神的，前脸是一个贯穿的灯带，然后分体式的大灯呢，显得还挺科技，然后包括也挺简约的。但是尾灯的这个设计呢，我觉得就稍微有一点点的厚重，包括它的视觉中心是比较偏上的，所以大家感受一下吧。还有呢，就是它整个的灯的外面这个壳呀，都是连在一块儿的嘛。你可以想一下，万一撞了，是不是整条灯都得修？想想就很心疼啊。然后我们今天拿的这台车呢，是一个炫彩白的颜色。为什么叫炫彩白呢？因为它在阳光底下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白，它是有那种偏光的感觉在的，就是阳光照射下来，它有的时候会反射出紫色啊、粉色不一样的光，就还挺特别的一个颜色。然后这台车的轴距是2752，据说呢它有1米的后排乘坐空间。走，咱们上车感受一下。1米的乘坐空间，咱不知道有没有1米啊，反正感觉坐着就是一个正常的家轿的表现。腿部的空间并不是特别的宽敞，但也不至于顶腿，反正还有一个1拳左右的距离吧。然后头部的话，其实还是挺宽裕的。然后座椅呢，我觉得它坐起来还是蛮舒服的，就是有一个软中带有支撑性的感觉。不过坐垫可以再加长一下，然后包括可以再往上翘一点点，这样的话对腿的承托性会更好一点。那坐在后排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天幕其实还是挺特别的。一般来说都是从中间隔开嘛，然后横向的这种，它是竖着隔开的，隔成了左右2个部分，就有点太空舱的那个感觉。而且中间还是有氛围灯的，包括它这个玻璃，其实我是比较喜欢物理遮阳帘的，但是它这个玻璃的遮光度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就感觉要比其他车的玻璃更黑一点点，所以它的遮光性能还是比较好的。反正我现在坐在车里面，我没有感觉被阳光照到的那个感觉。银河 L6 整个车内的设计还是挺干净、挺简单的一个感觉。我们这个是一个白拼黑的颜色，然后还有一个是棕拼黑，那个就会比较耐脏一点点吧。但是呢，就这个白拼黑看哪儿其实都还挺好的，就看这个方向盘，我觉得是不是拼的稍微有点花，就稍微有点不太好看了。然后现在呢，它采用了一个怀档的设计，就会把中控岛这块的空间腾出来。这儿有一个储物盒，拉开之后呢，里面是杯架，还有一个小储物格，还有一个小巧思，就是它往后一推，这块会拓展出来一个更深的储物空间，就如果要放东西的话，这块也是能放的，就拓展了一定的储物能力。还有一个小巧思，就是这儿，你看它的这个遮阳板底下这块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墨镜的这种设计，可以在遮光的同时不挡你的视线，但是能够带来的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在于女生可能不太喜欢，就化妆镜，你看它的面积现在只有这么一点点了，就比较小。接下来呢，就是它打通任督二脉的第2脉，就是车内的整个智能的互动要靠这块大屏去实现了。那这块大屏里面搭载的是银河 NOS 车机系统，然后搭载的是8155的芯片，整个的这个基本的车机的逻辑，然后能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大家都可以放心。它的流畅度啊，然后包括上手的这种简易程度啊，我觉得都是
是 OK 的。同时呢，功能也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它现在支持这个语音的可见即可说，就是说你车内的所有的功能都可以用嘴去进行实现，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解放双手了。但是今天我试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整个软件还没有优化到最完善的这种程度，所以有一些功能还是不能够打开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屏幕可以通过你的手指去进行一些便利的操作，你比如说2个手指在中间这样滑，就是音量的大小；3个手指就是这个亮度，然后还有呢就是侧面这块可以调节空调的这个温度，这个还都是比较灵敏、比较方便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现在有一个新意的功能，叫做 Wow 壁纸，它是一个 AI 壁纸，就是理论上讲你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啊！你说一个词儿，然后它给你创造出来一个 AI 的图片，你就可以用作你的壁纸了。但是现在可能因为数据量还不够大，所以有一些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基本上都是它预设好的一些，你是可以去操作的。通过今天对银河 L6 整个的这个智能化的体验啊，我觉得它这个车外语音互动的功能确实还是挺有新意的，之前都没有见过。但是呢，有一些设定啊，确实让我这个微微社恐的人有一点尴尬的，脚趾都快抠出3室一厅了。但是确实有一些功能还是能够让我们的用车场景变得越来越好的。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去想一下，我们的需求到底在哪儿？毕竟科技的创新都是服务于生活的，如果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那这个创新就是一个好的创新啦。好啦，这就是这一期的车友初见，我是静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